你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。嘿嘿，父王，夜已深，咱们去睡觉吧。事情已经跟便宜老爹说了，对于算计自己人到底是谁，他肯定会去查，只要查清楚了，一切就皆大欢喜。父王，平常秋玉师傅和秋野师傅推你轮椅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过你很重？你得少吃点了，不然等你出门撞到一个石头，轮椅给撞散架了，然后你摔倒在地上，摔了个狗吃屎，那就不美妙了。哼，你自己力气不大，还怨本王太重？这怎么能是我的问题？我才10岁，力气小一点怎么啦？我一点问题也没有，该反省的是父王你。父王，你看你的腿都站不起来了，干嘛要经常熬夜？干嘛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？你不干活会死啊！你是秦王，是锦衣卫指挥使，你可以把活给分发下去，让下人去干，不然朝廷给他们发俸禄干嘛？什么事都要你来做，他们一个个的，难不成都是吃干饭的？不知为何，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丝道理。我知道父王是因为双腿站不起来了，所以心里很难受，给自己找事情干，不让自己乱想。但你这样是不对的，你是病人，病人就应该休息啊。嘿嘿嘿嘿，如果父王实在是觉得心里难受，心里的气撒不出去，可以找母妃啊。找他有什么用？父王今年刚30岁，正是最生龙活虎的年纪，有些事情是不能憋的，需要阴阳调和，不然你身体出了问题就完啦。左嫣，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父王，我说真的，我母妃长得多么漂亮啊，嫁给你，生了我和哥哥这么聪明可爱、善良乖巧的龙凤胎，你这可是占了大便宜啦。你再废话，以后就给本王搬出去。哼，行啊，那我就不帮你给太子传信了。哼，还学会威胁本王了？那你就说这个威胁分量够不够大吧。洛嫣，你也想本王揍你一顿是吧？我就是想父王和母妃恩恩爱爱的在一起，当年的事分明就是个误会。父王，你就给母妃一次机会不行吗？为什么你和母妃一定要当仇人？为什么别人的爹娘都可以住在一起？为什么我和哥哥的爹娘像是个仇人？我和哥哥从小就不被待见，母妃不管我们，父王也不管我们，把我们扔给下人带。就是因为父王和母妃的疏忽，我上次才差点淹死在池塘里。我就是想让爹爹和娘亲在一起，为什么就是这么难呢？洛宽景指尖颤了颤，眸光轻转，靠在轮椅背上，唇瓣动了动，似是要开口，最终化成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。就这么想你母妃住进来？我是想让母妃住进来，和父王恩恩爱爱的。但若是父王真的这么抗拒，不同意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本王可以给裴淑玉一个机会，但前提是他当真没有算计本王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本王还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在上书房半个月后的考核中拿到前3的名次。啊，父王，我不想去念书，我只想练武，不可以吗？不行，武功要练，书也要读，否则什么都免谈。为什么不能要求哥哥拿前3？明明他才是王府世子啊！若是你想当世子，本王可以去向陛下求旨，废了洛昭的世子之位，让你成为大周建国以来第1位女世子，女王爷。父王，
你在挑拨我和哥哥之间的感情吗？我觉得你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了。你要是想让我当世子当王爷，为什么不一早就跟黄伯伯说？现在来跟我马后炮，挑拨我和哥哥之间的感情。我讨厌你，你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我再也不想搭理你了，你就使劲熬夜熬死算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洛烟也不管骆宽景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了，转过身就离开。王爷刚刚被郡主骂了是吧？上一秒敢这么指着王爷鼻子骂的人呢，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。郡主胆子是真大呀。你进去把王爷推出来。我不敢，你进去。我也不敢呢。都给本王滚进来。秋玉和秋野一听，立马连滚带爬的进屋，低着头行礼。王爷，推本王去休息。是。他们都已经做好被王爷迁怒的准备了，没想到王爷竟然不骂他们，也没有说惩戒郡主的话，看来以后对小郡主更要小心的对待了。翌日，今天要去上书房了，扎完马步回来，洛言看着还紧闭的主屋，眼珠子转了转，趁着秋野和秋玉没有防备，嘿咻，父王，天亮了，该起床啦！我和哥哥都起床了，你也不能睡懒觉。刚睡了1个时辰的骆宽景很抓狂。洛言，父王，我听到了，我要去上书房啦！我答应你昨天说的那个条件了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去大街上逢人就说便便蛋糕是你让王府厨师做的，你每天在家吃3顿。你过来，本王保证不打死你。嘿嘿，你当我傻呀？我才不进去。反正你要是再继续熬夜不睡觉，我就每天这个时候把你给吵醒，把你给烦死。骆宽景气笑了，可真是他的好女儿啊。秋野把洛烟送到王府门口，想了想还是开了口。郡主，不是王爷不想睡觉，是王爷自从伤了脚，状态一直不好，加上王爷的腿每到夜晚都会钻心的疼，整晚的睡不着，有一丝小动静就会醒，还是魏神医给王爷制作了抑制疼痛的丹药，这才好了许多。父王的腿有机会治好吗？郡主可以自己去问王爷。秋野不敢说，那就是有机会治好了。罗烟眼睛亮了亮，若是父王的腿能治好，能站起来，那还怕个屁的骆廷义呀！洛烟，你还有脸来？你害得我母妃被外面的人议论，被皇祖母责罚，你太过分了！哼，你都有脸来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了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的你母妃？怎么，全天下就你母妃是清纯善良的小白花，只要她一出事，就是有人陷害？我看黄伯母才是那个明智的，知道你母妃脚踏2只船，三心二意。我很期待你的母妃从正妃变成小妾哦。多烟，我母妃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哎呦呦呦，害我好过分哟！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脖子上面顶着一个猪脑袋，分明是你们兄妹2个拦住我和我哥的路，说什么我陷害你们母妃，让你们母妃受了议论，受了责罚。啊呸！2个逼！哥哥，我要弄死洛言，我要杀了他！童儿，不要胡言乱语，这里是皇宫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说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石金莲因为和男人约会丢进了皇家颜面，被母后罚跪在景仁宫外2个时辰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我那2皇兄冲进景仁宫和母后大吵了一架，就为了那蛇精脸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父皇去景仁宫，听到了2皇兄和母后吵架。为了一个不要脸、私见外男的女子，顶撞自己的亲生母亲，父皇当然生气了，就让2皇兄一起和蛇精脸跪在景仁宫外。哇，黄伯伯威武，黄伯母威武。我有一个小道消息，你们肯定不知道。
什么啊？听说母后和父皇商量，把石精莲贬为侧妃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母妃是被冤枉的，父王也不会把我母妃贬为侧妃的。老子最讨厌有人指着老子，你有本事再给老子指一个试试看。哥哥，他们都欺负我。11皇叔，你过分了，长辈的事情不是你能议论的。怎么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还不准别人议论了？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难不成蛇精脸的影子是斜的，才这么害怕被人议论？哇哦，当着洛雨和洛彤的面骂他们母妃是蛇精脸，牛啊！荒谬！我母妃和年怀清清清白白，外面那些流言都是无稽之谈。11皇叔，你身为皇家皇子，不认真读书，整日在这里说三道四，颠倒黑白，不怕被皇祖父知道吗？我怕个锤子！我又没有胡言乱语，父皇知道了又如何？还能因为我多说几句话就责罚我？哼，反倒是你，一旦蛇精脸被贬为侧妃，也不知道你这个灵王世子的位置还能不能坐稳。洛雨呢，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。他沉着脸拉着洛彤来到自己位置上坐下来。慕容燕慢慢悠悠地走进上书房，瞥了眼面色阴冷的洛雨，掠过他来到洛烟身边站定。我靠，慕容燕，你有病啊！你站我背后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啊？有吗？有。你感觉错了。慕容燕垂眸，烟灰色眸子微暗，一双好看的眉眼莫名的冷下来，心里抑制不住涌现出一抹戾气。永远都是这样，不论重生多少回，所有人都在抛弃他，就连死，天道都不让他死。他重生8回，这次是第9回，前8回他却始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累了，选择自杀，自杀了3回，烧死、淹死、毒死，每一次自杀重生后都会给他身体带来伤害。第一次他的视线从此只有黑白，第2次他没了味觉，第3次他左耳失聪。慕容燕微微攥紧手指，眼底深处渐渐掀起黑色风暴。突然间，他感觉自己手中被塞了一块冰冷的物品。慕容燕一怔，这银子你收好，洛轩被我威胁一通，应该不敢欺负你了。若是以后有不长眼的宫女太监暗中苛待你，你用银子打发了就行。两人说话之际，夫子拿着戒尺走了进来，捏着手中冰冷的碎银子。慕容燕深深看了眼洛烟，坐回了自己位置上。这次上课，洛烟一改从来敷衍的态度，认真地听着夫子讲课。没办法，为了老母亲，他拼了，不就是拿到考核的前3名吗？对于他这种考上985的文科生来说，小菜儿一碟儿。宣主，醒醒，夫子都走了。该死啊！怎么就这么睡过去了？知岁，下次我要是再睡过去，你就把我打醒。宣主为什么现在这么用功？说多了都是泪呀。不说也罢，等下次我要是再睡着了，你把我叫醒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蓝慈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雨安郡主，你的兄长只有雨世子，还请不要这么称呼我，若是被灵王殿下知道了，会心生不悦的。蓝慈哥哥偏要与我生分吗？我与郡主不熟，郡主没有要紧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蓝慈哥哥，你别走！季兰慈条件反射的一把将他给推开。蓝慈哥哥，你推我！抱歉，元安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蓝慈哥哥，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2个月前，大光阴寺，我跟身边丫鬟走散了，还扭伤了脚，是你找到我，把我带到我母妃身边的。郡主，此事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小事，不足挂齿。
就算那天遇到的不是郡主，我也会把她背出来的。蓝子哥哥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不是洛烟和洛昭在你耳边说我的坏话，你才会这么疏远我的？偷听的洛烟嘴角一抽，跟他和洛昭有什么关系啊？郡主慎言，昭世子和长宁郡主不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小人，还请郡主莫要胡说。哇塞，季兰子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？他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兰子哥哥的意思是，我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小人了。季兰慈不语，但沉默的就已经代表他是承认的。季兰慈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感激，还有喜欢。救人之前，我也没有想要对方的感激啊。季兰慈，你干嘛要这么对待骆童啊？人家对你是真心感激的，也是真心喜欢的哦。郡主，云小姐，偷听别人说话不是什么好习惯。我没有偷听啊，我是光明正大的听的。谁让你们两个眼神不好，没有发现我？好好好，就你有道理。季兰慈，你帮我一个忙呗。没空，不帮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别呀，不是跟骆童有关的，不会让你牺牲色相的，你放心。好，你说说吧。五人伯府是你母亲的娘家，对吧？是的。你小舅舅是不是马上要成婚了？娶的是皇上封家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说封家早年丢失了一个小女孩，腰腹上有一块月牙形胎记。这不正巧，我身边有一个10岁左右的丫鬟，腰腹上就有一块胎记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你回去问问你母亲，封家丢失的女儿多大年纪？若是跟她年纪相仿，等封家来了京城后，你来王府找我，我把她带过去。好，我回去跟我母亲说。下午上的是骑射课，洛烟拿着缩小版飞弓箭对着靶子发射，很遗憾脱靶了。洛烟，就你这点力气，还是别想学骑射吧，省省力气吧。说着，他拿起旁边的弓箭，对着靶子射了过去，没有中红心，也没有脱靶，但也仅限于没有脱靶。看到了吗，洛烟？你嘴上功夫厉害又怎么样？你的骑射和功课永远都不如我。洛烟怒了，在心里把洛宽景和裴淑玉两个不靠谱的父母给骂了个800遍，连祖宗都一起带出来问候。我父王宠爱我母妃，爱屋及乌，所以也疼爱我和哥哥，还亲自教我和哥哥骑射，所以我父王是绝对不会把我母妃贬为侧妃的。反倒是你和洛昭的父王母妃关系一直不好吧？况且你父王腿残了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别说教你骑射了。你母妃呢，更是做出下药那种下贱肮脏事，别等哪天被休了，你躲起来哭鼻子。哼，真是有什么样的母亲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我去你爹的傻逼！你妈！洛烟，你找死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你爹个靶子，射了个一环！你跟老子嚣张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做真正的骑射，骑在你身上，打你的脸！洛烟，哥哥救我！就你有哥哥，老子也有哥哥。哥，给我拦住骆雨！今天老子不把骆童的屎给打出来，老子就不姓骆！骆雨听到骆童的呼叫声，想过去帮忙，却被骆昭给拦住了。人家女生之间的事，你一个男生插什么手啊？也不嫌丢人。我再说一次，滚开！你再说800次，我也不让开。开玩笑，他要是把路让开了，让骆雨过去掺和，洛烟那小足盹儿，那小妮子事后一定会嘲笑他无能。聂统领，还不快派人把他们给拉开！
谁敢？谁都不准去把他们给拉开，不然的话，本皇子治你们一个大不敬之罪。听到洛萧的威胁，周围的禁军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敢动手。聂统领没办法，只能派人去请皇帝和皇后过来。这时，洛童的伴读年之云突然绕过人群走过来拉架，当然他拉的是偏架，偷偷摸摸的掐洛烟的胳膊。去帮忙。啊，好的。但洛烟并不需要他帮忙，察觉到年之云偷偷摸摸的掐自己，一个大嘴巴子扔了过去。年之云捂着被打的脸懵了，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他，更别提打脸了。他顿时恼怒起来，看着洛烟和洛童又厮打起来，眼中泛过一抹冷意，上前用力地捏着洛烟的胳膊，嘴上却说着劝架的话。郡主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事了。在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年之云暗暗地给洛童使了个眼神。洛童见状，心中冷笑，一脚踹在洛烟肚子上。洛烟，你该死！云之岁，看在我今天上去提醒你的份上，给我去拦住骆驼，不要让他来打扰我。拦住谁？骆驼？好的。得罪了，延安郡主。骆童摸了摸发疼的脸，蹙眉。他踹了洛烟一脚，按理说洛烟应该是跟他打，怎么让云之岁拦着他呢？年之云，你知不知道我早就想打你了？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你说你干嘛要掺和我和骆童之间的事呢？还拉偏架，偷偷掐我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机？书中年之云是心眼最坏的那一个，原主被赶出上书房，名声尽毁，就是他在背后算计的。后面年之云喜欢洛雨，洛雨讨厌洛昭兄妹，他自然也讨厌他们。也是他给叶勋出主意，让叶勋把他扔到勾栏院，染上脏病，死不瞑目。洛言，你住手！你不准打之云姐姐！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！洛烟才不管洛童的嚎叫，只要一想到书中年之云为了讨好洛雨和洛童而算计原主，他心中愤怒直冲天灵盖，丝毫没有手下留情。住手！洛烟，给朕住手！哼！年之云，以后在上书房看到我记得绕道走，否则我的巴掌会随时随地的落在你的脸上。常年郡主洛烟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收拾不了你，不是还有元安郡主吗？我就不信弄不死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在打架？王祖父，这次是洛烟先动的手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洛烟，你为何要动手打童儿？黄伯母与其问我为什么动手打骆驼，不如问问在场的所有人，他跟我说了什么？不论他跟你说了什么，那也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。你母妃到底是怎么教导你，竟然教出来一个泼妇女儿？骆驼骂我父王是残废，我想问问黄伯伯、黄伯母，我父王的腿是因为什么才被废掉的？我父王为了保护大周，为了保护大周百姓，在边境跟敌人厮杀，九死一生活了下来，可他的一双腿却被算计再也站不起来。可骆驼，他身为大周皇室郡主，却对我父王出言不逊，说他站不起来，是个残废。暂且不论我父王是他长辈，就算我父王不是他的长辈，他也不该对保护大周朝的英雄张口辱骂。黄伯伯，我没有错，我不后悔打了他。你要怎么罚我，我都认，哪怕打我板子都行。但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来上书房念书了。黄伯伯、黄伯母，我妹妹非常崇拜父王，听不得有任何人骂父王。父王的腿一直好不了，也站不起来，但并不是父王的错。父王带领大周将士们打了胜仗，是功臣，无论如何也不该被骆童羞辱、辱骂。打了人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认了。不过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兄妹二人不会再来上书房了。都是误会，皇祖父，童儿年纪小，口无遮拦，他绝对没有辱骂秦王的意思。童儿，快道歉。
皇祖父，我不是故意说秦王是残废的，求皇祖父赎罪。妍妍啊，童儿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也知道错了，你们双方都有错，这件事儿啊，就这么算了吧。皇伯伯，今天夫子在上书房中提到一句话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祭，良弓藏。我并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于是我问了太孙殿下。太孙殿下跟我说，这句话的意思是狡猾的兔子被杀死了，那么那些驱赶追逐猎物的猎狗也就会被拿来烹煮，天上的飞鸟被抓完了，那些抓飞鸟的弓箭也就没了用处，随意扔在角落里，甚至毁掉。在骆童脱口而出说我父王是残废，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父王的情况挺像这句话中的猎狗和弓箭的。此言一出，整个练武场安静如鸡，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洛烟会突然说出这种话，真不怕惹怒了皇帝吗？他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惹怒了皇帝，对他，对整个秦王府都没有好处啊。洛烟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朕很惋惜你父王双腿被废，朕为了安慰你的父王，让他当锦衣卫指挥使，有先斩后奏之能。朕扪心自问，从未亏待过你父王。我知道黄伯伯一直都对父王很好，从未亏待过父王，我父王也很感激黄伯伯。为了管理好锦衣卫，办好黄伯伯交给他的差事，一刻也不敢懈怠，总是到深夜才去睡觉。我父王跟我说，虽然他的腿站不起来了，不能为黄伯伯守护好大周的江山，但是他的两条胳膊还在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一定要办好黄伯伯交给他的差事。父王对黄伯伯十分忠心，时常教导我和哥哥，进宫后一定不能惹事情，给黄伯伯添麻烦。黄伯伯，我是为我父王感到委屈，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明明是一个保家卫国的大英雄，却要被一个小辈羞辱。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，秦王能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也是他的福气。我能有幸当父王的女儿，也是我的福气。好了，此时洛烟虽然率先动手打人，但事出有因，禁足3天。至于洛童，秦王身为他的长辈，却出言不逊的羞辱，罚戒尺20。陛下，这太严重了。皇祖父，我不服！洛烟经常骂我母妃是蛇精脸，还骂我父王。我父王和母妃也是他的长辈，他却开口辱骂，是不是也该罚他打手心？你喝完水裂倒立了，脑子进水了。我与你父王和母妃只是平辈，他们只是我的堂兄和堂嫂罢了。还有，你母妃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，假仁假义的小人罢了，还不配得到我的尊重。洛烟，你说到辈分，骆童，你该称呼我一声姑姑，连太孙殿下都叫我姑姑，你和洛雨却整天叫唤我的名字，怎么？你们的身份比太孙殿下还要尊贵？洛言，住口！莫要在这里胡言乱语。行了，你也少说2句。你父王是个话少的人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牙尖嘴利的女儿？黄伯伯，你刚刚还说我是个孝顺的女儿。哎，这臭丫头就是不能吃一点亏。3天禁足结束，就给朕老老实实来上书房。落下这句话，皇帝拂袖离开，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皇帝虽然走了，但骆童的惩罚还是没有忘记的。王公公拿了戒尺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对着骆童说道：哎呦，云安郡主，把手伸出来吧。王祖母。皇后也有些恼怒骆童出言不逊，惹了皇帝生气，但到底是自己亲孙女儿，她还是心疼的。王公公，让本宫身边的陈嬷嬷来打吧。那不行，是黄伯伯让王公公来打的，
若是王公公没有执行，那岂不是欺君？没有圣旨，怎么叫做欺君？没有圣旨啊！洛烟眼珠子一转，一把将王公公手中的戒尺抢了过来。那也就是说，谁都可以打骆童的手心啦。那就不麻烦王公公亲自动手了，我来。不行！既然皇祖父下令让王公公来，那就只能让王公公来执行。童儿，把手伸出来。这一次骆童没有再犹豫，直接把手给伸了出来，生怕晚了洛烟又把戒尺给抢走了。洛烟挑了挑眉，就这么顶着被抓乱的鸡窝头站在骆童身前，看着他挨打。王公公顶着皇后和洛雨犀利的视线，只能放轻手劲儿。王公公，你没有吃饭呢，怎么在给骆驼挠痒痒呀？我怀疑你在放水，我要跟黄伯伯告状。闭嘴！洛雨，你跟谁吼呢？是不是还想跟我打一架？洛雨心里一股子邪火往上冒，唇角不停地颤抖，最终还是撇开了脸，不去看那讨人厌的兄妹两人。王公公，你轻点打。王公公，不准放水。王公公，王公公。王公公顶着几个人的目光，快速地打完20下，一溜烟地跑远了。他是真的怕了，怪不得陛下吩咐完就直接走了，恐怕是猜到了这种情形。洛烟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是吗？那正巧啦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玉儿、童儿，我们走吧。绵之云看到皇后就这么把骆童和洛雨给带走，完全没有看到自己，也没有为自己讨回公道，心里一阵窝火。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是最无辜的人。他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。洛烟姑姑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敢当面直接和皇祖母叫嚣的人。不仅如此，还明晃晃的欺君。他可不记得洛烟姑姑什么时候问过他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这句话的意思。是吗？那我很荣幸啦。回到东宫，洛尘来到太子的书房，把今日在皇宫练武场上发生的事告知于他。今天洛言没有给你送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太子表情略有些失望。父王，今天骆童在洛烟姑姑手中吃亏了，被当众打了手掌心，皇祖母会不会找洛烟姑姑的麻烦？你能想到这点很不错。放心吧，君王不会让你洛烟姑姑遇险的。与此同时，回到王府的洛烟带着自己胜利的爆炸头找到洛宽景，叽叽喳喳的把练武场的经过一一复述一遍。洛宽景看着他的爆炸头歪歪扭扭，勉强算得上整齐的衣服，脸上似乎还被抓伤了一道伤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2颗门牙还没有长出来，看着十分滑稽。他默默地移开了眼睛。老东，你过分了！我为了给你找回场子，和骆童干了一架，当众顶撞了黄伯伯和皇后，你却嫌弃我。什么是老登？夸你的意思。洛宽景不信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。你这么当众顶撞他们，不怕他们记你的仇吗？哼哼，黄伯伯身为一国皇帝，天下之主，心胸肯定宽广，就算记仇，肯定也是记你的仇，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呀，还是为了你说话。不过皇后说不准，她临走时看我的眼神有点恐怖。老登，你要保护好我啊，别让皇后欺负我。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死了以后，谁来给你养老送终啊？你不怕吗？我不怕啊，因为我知道父王一定会保护好我的。本王身边有个会武功的侍女，你把她收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父王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简直爱死你了。父王，你不能厚此薄彼呀，你给哥哥也找个会武功的贴身护卫吧，哥哥可是王府世子，
出门在外，面子绝对不能丢。本王怕他串通本王的人，谋权篡位。那哪能啊？哥哥是那种不孝的人吗？要是哥哥真的这么不孝，我就一巴掌把他扇到墙上，抠都抠不下来。父王，今天在皇宫，哥哥也维护你了，你有没有感觉哥哥的性格和你很像？哼，胡说，他哪里像本王了？都一样的死倔死倔，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完全都不一样。父王，若是有一天哥哥被敌人抓走了，你会去救他吗？洛章是本王的亲儿子，谁敢动他？我是说如果。没有这个如果。若是从前的秦王，那自然谁也不敢动哥哥，但现在秦王站都站不起来，沦落到被一个小丫头羞辱。洛烟毫不客气地戳他伤口，洛宽景满头黑线。他口中的小丫头说的是他自己吧？我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已经10年了，你坐轮椅已经坐了10年了，眼看着你是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杀了大秦国那么多的将士，几乎和大秦国是死敌了，趁你病要你命，你觉得大秦国会放过你唯一的亲生儿子吗？若有一天哥哥被大秦国的人抓走为止，要你自断双臂才放了哥哥，你会如何？他是本王的亲儿子，他被抓走了，本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会想办法去救他。但自断双臂是绝无可能的事。本王若自断双臂，他们也不会放了洛昭，只会更加的羞辱嘲笑本王罢了。那我呢？我要是被人算计致死，父王会帮我讨回公道，帮我报仇吗？胡言乱语，有本王在，不会有人敢动你们。嘿，父王威武！那么为了哥哥的安全，你是不是也得给哥哥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啊？本王答应你给洛昭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，但本王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本王让你带给太孙的信，你不可以看。不，那不行，这是两码事。这怎么就是两码事了？本王答应你一个条件，你答应本王一个条件。我答应帮你送信，你答应给哥哥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，这才是等价交换。你想让我不看信，那得加另外一个条件了。洛宽景沉默住了，他突然发觉有一个聪明机灵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想要如何？除了让你母妃搬进云深院。小气巴拉的，哼！那我要求你给我和哥哥的人必须完全无条件的服从我们的命令，认我们当主子。可以。还有，不准派人盯着我和哥哥，若是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多谢父王，父王你最帅了。对了，父王，之前推我落水的丫鬟小翠怎么样啦？你审出来是谁陷害我了吗？她没有受过刑罚，死了。哎呀，父王呀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整个秦王府都是你的，可你却让坏人进府。要不是我机灵，我早就嘎了。你就痛失我这么乖巧可爱善良的女儿了。后院是你母妃在打理，丫鬟是后院的，归你母妃管。你怎么不去说你母妃啊？是吗？那肯定是因为王府太大了，丫鬟太多了，母妃管不过来也是能理解的。看着洛宽景突然黑下来的脸色，父王，我去找哥哥了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洛宽景气笑了，不愧是裴淑仪亲自生下来的女儿，只会帮着她说话。母妃，你在这干啥呢？我等你出来。我听说你又在皇宫和骆童打架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小事，我已经解决了，母妃不用担心。我就被黄伯伯关了3天禁闭，骆童可是被当众打了20下手心，丢进了颜面。骆童是皇后的亲孙女，你让她吃了亏，皇后恐怕会心生不满。
妍妍，你今后还要在上书房念书，皇后若是给你穿小鞋，你该怎么办？要不我就跟你父王说，你和阿昭别去上书房了吧，在王府里请一个夫子来教你们读书也行啊。那不行，我要是和哥哥不去上书房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怕了骆驼。母妃，你放心吧，有父王在，我和哥哥不会出事的。裴淑玉还是不放心，让洛烟去洗漱，换身干净衣服，然后他去找陆宽景。你找本王有事？王爷，今日嫣嫣在皇宫里顶撞了皇后，我怕皇后对她不利，能否让嫣嫣和阿昭离开上书房，就在王府里请一个教学夫子，或者去京城里的书院念书？本王的女儿谁敢动？你来就是跟本王说这事啊？裴淑玉，本王从前怎么没瞧见你对洛烟和洛昭有多关心呢？裴淑玉一听，顿时噎住。从前那是因为他们兄妹两个年纪小，不怎么出府，没有出事。现在洛烟去上书房1个月就干了2架，皇后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，她是真的怕了。那王爷呢？为什么从之前的漠不关心，到现在忽然把2个孩子送到上书房？你的意思是，本王关心本王的2个孩子还是错的了？还是说在你心里，本王就是个冷血无情、没有感情的男人？王爷可还记得11年前那碗堕胎药？当初那碗堕胎药已经送到他手中了，若不是太后娘娘的人及时赶到，她不会嫁给他，也不会生下2个孩子。若不是你当初算计本王，本王也不会愤怒地给你1碗堕胎药。既然你已经嫁给了本王，把2个孩子生下来了，本王身为他们的父亲，为何不能关心？你怀疑本王别有用心，本王也怀疑你满腹心机算计本王，想要借着腹中的孩子嫁入秦王府，靠着算计怀上的孩子，你对他们的感情又能有多少？我没有，我当初根本没有想过怀孕。怀孕之后，我是想离开京城的，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。是裴梦婉，她发现我怀有身孕，故意传播了出去。你想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，让本王的孩子流落在外，还要叫别的男人爹？裴淑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10年来，妍妍和阿昭叫你爹，也没见你对他们有多好啊，还不是忽视了个彻底。裴淑玉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本王，11年前当真是你给本王下的药吗？裴淑玉一愣，怎么突然问他这个事儿？他低着头，眼神闪烁着不定的光芒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洛宽景见裴淑玉低着头沉默不语，眸色暗了暗，看来当年的那件事啊，确实有问题。哼，蠢货，猪脑子。洛宽景嫌弃地看着裴淑玉，为了一个男人甘愿毁了自己的名声，他脑子怎么想的？他不是姓裴吗？他就没见过姓裴的有这么蠢的人，莫不是因为他是从小被调包，在外面长大的原因？行了，你出去吧，本王累了。裴淑玉也怕洛宽景继续追问11年前那件事儿，立马离开了书房。母妃，你偷偷摸摸找父王干嘛呀？什么偷偷摸摸？我是正大光明的找你父王说事情。哦，光明正大的哇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他笑得有点猥琐。可能因为他门牙还没有长出来，所以看着比较猥琐吧。哇塞，这妈好漂亮！妾师傅，这是你送给我的吗？算是吧。秋也迟疑，是他买的，但银子是王爷给的。小白马似乎知道了自己主人是洛烟，围着他转了一圈，欢快地甩着尾巴。郡主，这匹马是纯种汗血宝马，挺通人性的，他很喜欢你，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叫你钢蛋吧。钢蛋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小白马蹦了2下，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。郡主，它是母的。可是钢蛋喜欢这个名字呀，你看它尾巴甩得多滑。
秋野师傅，你快教我骑马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秋野无奈，罢了罢了，钢蛋儿就钢蛋儿吧，反正也不是他的马。他上前教洛烟怎么上马，怎么拿马鞭。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，洛烟非常开心。下午，洛烟开始练习骑射，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，上书房的考核就要开始了。洛烟虽然懒，但他性格也带着一丝不服输的劲儿。他可以自己选择不学摆烂，但不能受人嘲讽。这天，洛烟骑着小白马围着王府四处转悠，突然看到谭明成鬼鬼祟祟地从王府一个前妻的角门进来。二哥，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干啥呢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洛烟眼睛一眯，二哥不对劲儿。自从上次他把便便蛋糕扔到他脸上开始，他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笑面虎都开始不笑了。钢蛋，追上二哥！钢蛋长嘶一声，四只蹄子朝谭明成追了过去。2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？他们很快就追上了谭明成。谭明成看着面前的一人一马，默了默。王府里什么时候可以随意跑马了？也只有洛烟才敢这么做。他垂下眼眸，眼中划过一抹羡慕。二哥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谁打了你？哎，没有人欺负我，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被人打的和被摔的伤能一样吗？你快说是谁欺负的你？不得了了，敢动我秦王府的人，我一耳巴子给他扇到空中转800圈，扇不死他。你力气有那么大吗？我不管，你快说到底是谁打的你？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你要是不说，我做一堆便便蛋糕，然后再找真的大便和便便蛋糕和在一起扔你脸上。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二哥，你是秦王府的少爷，我是秦王府郡主，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？莫非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妹妹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秦王府的人？好啊，我就去跟父王告状，他养了一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诺言，你是3岁小孩吗？动不动就要去告状？那你跟我说，到底是谁打的你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去跟父王说你的坏话。裴焕州。啥玩意儿？竟然是裴焕州那个傻叉啊！他都没有去找他算账，他竟敢欺负他二哥。他为什么打人？书院外面有一条流浪狗，我经常给它喂食物。今天他说那条狗吓到他了，他要弄死他。我为了保护他，挨了他几巴掌。修儿、风和，抄家伙，跟我去裴家干仗。是，郡主。哎，洛言，你不要冲动，你还在被陛下禁足当中呢。禁足是小事，大不了再被关几天。但现在我若是不好好教训教训裴焕州一顿，他都还以为咱们秦王府怕了他。二哥，你虽然只是父王的养子，但也是秦王府的主子，你挨打了怎么能不还手？说出去还不是丢父王的脸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还手啊？我不了解你，难道还不了解靖远侯府的人？要是谭明成真的还手了，此刻恐怕靖远侯夫人已经带着他们上门来问罪了。二哥，跟我走吧，靖远侯府我也很久没有去了呢。彼时靖远侯夫人正在插花，突然听到下人汇报洛烟骑着小白马来了。陛下不是让他禁足3天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他要抗旨不遵，也别连累了侯府。罢了，他来了也好，我倒是要问问他为什么总是跟雨儿和童儿过不去，莫不是裴淑玉故意教的？另一边，洛烟进侯府没多久，就看到了从外面回来的裴焕州。哦，好漂亮的马！洛爷，这马我要了，你把这匹马卖给我。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钢蛋！啊，洛爷，我是你表哥，你敢打我？本郡主乃秦王府郡主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对本郡主大呼小叫！风和，给本郡主掌嘴！风和知道自己以后的主子就是洛烟，自然对他的话言听计从。他没有收力，上前一巴掌打在裴焕州脸上。哼，祖母说的对，
还从来没有人敢打我的脸。祖母，我要这个臭丫鬟去死！放心，有祖母在，祖母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洛言，你若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被皇后娘娘责罚，就把这个丫鬟给交出来，任由我们来处置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应该还在禁足当中。我的丫鬟还轮不到别人来教训，外祖母也大可以去找黄伯伯告状。我今天既然敢出来，就不怕黄伯伯知道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来裴家就是来找裴焕州的。裴焕州在书院外打了我二哥，今天不把这个账算清楚了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洛言，你身为侯府的外孙女，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付自家人，好啊，你和你母亲都是好样的。外祖母这句话我就听不懂了。二哥是我父王收养的儿子，那就是秦王府的人，怎么能叫做外人？你和阿周是有血缘关系的嫡亲表兄妹，他不过是一个养子，怎么比得上？那我就想问问外祖母，我母妃是你亲生女儿，裴梦婉不过是个养女，为何你处处偏袒养女，而不是偏袒你10月怀胎艰难生下的亲生女儿？阿婉在我身边长大，我把她当亲女儿看待，这怎么能一样？阿周，祖母，他敢打我，给我杀了这个贱人！风和蹙眉，不等洛言吩咐，又一巴掌落在他的左脸上，刚好对称。洛言，你疯了！阿周是你表哥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你也不该让丫鬟打他的脸。你说裴焕州是我表哥，可他叫过我一声表妹吗？外祖母，我尊称你一声外祖母，但也请你不要忘记我的身份，我是秦王府郡主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谁都能直唤我的名讳。你是秦王府的郡主，也是侯府的外孙女，阿周是你嫡亲的表哥，叫一声你的名字怎么了？一家人怎么还计较这些？你真是被你母亲给教坏了。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靖远侯府能跟皇家平起平坐了，外祖母难道不怕这句话传到黄伯伯耳中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意思是，你是侯府外孙女儿，你和阿周是嫡亲的表兄妹，他只是叫了一声你的名字，你就长他的嘴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霸道了吗？这件事儿就算是闹到了皇后娘娘那里，你也不占理。外祖母呀，就因为我是侯府的外孙女，今天才带着我二哥过来。我二哥也是从小被我父王收养在身边的，和父王感情深厚，就像是外祖母你和裴梦婉之间的感情。裴焕州打他就是打我父王的脸，这件事我父王暂时还不知道，若是让我父王知道了，你觉得以我父王的性格会做什么吗？当然啦，我父王是长辈，自然不会找小辈麻烦的，小孩子做错了事就是当父母的没有教好，也不知道二舅舅能不能承受得住来自我父王的报复。你不是已经打了阿周2巴掌，还想怎么样？这是两码事，我打他那2巴掌是他对我出言不逊，还想霸占我的小白马，二哥的仇还没有报呢。外祖母若是真的实在心疼裴焕州，那便罢了，等回到王府后，父王问起来，我就只能实话实说了。你到底想要如何？让裴焕州跪下，给我二哥磕5个响头认错，然后大声说3声我是傻叉大傻叉几个字。简直是荒谬！洛言，你这是把阿周的脸和侯府的脸给踩在脚底下。就在这时，裴焕州的亲生母亲冯氏和世子夫人白氏也过来了。郡主，我儿是侯府少爷，怎能给区区一个养子下跪？你太过分了！娘，我的脸好疼，我不要下跪，我不要给一个养子下跪。二周乖，娘绝对不会让你给一个养子下跪。谭明成听到冯氏的话，抿唇低下了头，攥紧了拳头。他们说的对，他只是王府一个无关紧要的养子，怎配得到侯府少爷的下跪认错呢？洛言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没让你说话，你就别说话。
谭明成默默地闭上了嘴巴。跟你们说话，我都感觉拉低了我的档次。先不说我二哥有没有被我父王收为养子，就说我二哥的亲生父亲是我父王麾下最英勇的将军，在战场上杀敌无数，为了救我父王而死。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二哥亲生父亲被黄伯伯封为正四品平西将军。平西将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保家卫国，而自己的亲生儿子却被他保护的人给欺辱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劝你们都当心些吧，小心恶事做多了，半夜里被鬼敲门哦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，世上哪有鬼神之说？二舅母，你别忘了，我父王可不是没有权势的王爷，他想要捏死二舅舅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。你想替裴焕州认错，可以，那你也得做好被我秦王府报复的准备。威胁，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啊！方氏脸色铁青，他快要气疯了。郡主、夫人、世子夫人、二夫人、二少爷、谭少爷，老夫人有请。哎呦，妍妍又长高了。嘿嘿，太祖母，我不仅长高了，嘿，还掉牙了，是不是很丑啊？不丑，我们妍妍什么样子都好看。太祖母，若言他欺负我，你看我的脸，就是他让丫鬟打的。妍妍为什么让丫鬟打你？因为我叫他名字，他就打我。太祖母，我是他表哥，我叫他名字怎么了？我再说一遍，赶紧给我二哥下跪道歉。郡主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养子逼迫自己外祖家吗？养子，一口一个养子的，我看你长得像养子。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二舅舅不过是户部的一个6品芝麻小官，平西将军却是正4品将军，怎么就不配受裴焕州下跪认错啦？赶紧的吧，别磨磨蹭蹭的了，我还等着回去吃饭呢。靖远侯夫人脸色又是一沉，牙尖嘴利的死丫头呀，胳膊肘往外拐。祖母，你还好，我不要给他下跪，我不要。儿子做的不对，是我这个当娘的错，若不然，我来给谭少爷下跪认错。哎，且慢，郡主，我是阿周亲生母亲，是我没有教好阿周，我来替阿周受罚也是应该的。哼，妍妍是你表妹，她也是皇家郡主，你只能叫她郡主或者表妹，但绝对不可直呼她的名字，否则你就是对皇家不敬。这个道理，冯氏，你们不会不明白吧？母亲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又何必这般斤斤计较？哼，一家人，那我就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把嫣嫣真正的当做自己的外孙女儿？你有没有把嫣嫣的母亲真正的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？整个侯府都知道你有多偏心养女，嫣嫣母亲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。现在你跟嫣嫣说什么一家人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母亲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难堪吗？我现在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，你偏心谁我也管不了。但今日之事明显不是嫣嫣有问题，该认错就认错吧。可是祖母，郡主要阿周给他二哥下跪认错，这怎么可以？这怎么就不可以了？阿周既然打了人，就该道歉。可是既然阿周做错了事，那么自然是要道歉的。侯爷，孽障，把你送进书院里念书，不是让你去打架斗殴的，还不快跟谭少爷下跪认错？父亲，阿周可以道歉，但不能下跪道歉。侯爷，侧儿说的对，阿周不能下跪道歉。
若是传出去，我们侯府的面子都丢尽了。妍妍，侯府是你外祖家，大家都是亲戚，阿周可以给你二哥道歉，下跪是不是就免了？那不行。不过看在太祖母的份上，说自己傻叉的几个字可以免了，但下跪免不了。若是外祖父和外祖母实在是心疼自己的孙儿，不愿意让他给我二哥下跪认错的话，那么我就在这里提前恭喜二舅舅可以回家啃老了呢。哦，说不定到时候大舅舅也会回家啃老呢。父亲，阿周做错了事情就该狠狠的惩罚，否则将来养成纨绔性子，对侯府也不是好事。靖远侯也不傻，裴元能想到的事儿他自然也能想到。他眯起眼睛看着洛烟，眸光渐渐暗了暗。一个小丫头片子如此能言善辩，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哼，洛烟，让阿周道歉已经是给你面子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二舅，你长脑子就是为了凑身高的吗？还让裴焕州道歉是给我面子？我把你脑袋里的水摇匀了再说话吧。裴焕州他打了我二哥，还态度嚣张的不认错。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他这么不把我父王放在眼里，我只是让他给我二哥下跪认错，已经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，不然的话我就立马跟我父王告状了。到时候你看你那个6品的小官职位还能不能保得住？你什么你？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吧。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太祖母的面子也不管用了。今天要么裴焕州跪下给我二哥磕5个响头道歉，并且大声喊我是傻叉大傻叉几个字，要么我现在立刻回王府去跟父王告状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听嫣嫣的，阿周你道歉吧。太祖母，我不要给他下跪，求您了。阿周，打人之前你就应该想到后果。乖，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给明成这孩子跪下道歉吧。母亲，你住口！我看阿周都是被你这个无能的祖母给惯坏了，惯子如杀子，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？祖母，莫要动怒，小心身体。道歉吧。裴焕州，赶紧的吧，别耽误我回王府吃饭。裴焕州泪流满面，只能不情不愿地朝谭明成跪了下去，非常憋屈地磕了5个头。只是那5个字，他张了张嘴，实在说不出口。谭明成没想到洛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，让靖远侯府少爷给他下跪磕头认错。嫣嫣，事情就到此为止，可以吗？好，听太祖母的。洛烟这个死丫头，我动不得，难不成还动不了这个养子？等去了书院，我一定找机会给她套麻袋，再狠狠揍她一顿，不然就对不起我今天这5个响头。太祖母，你看裴焕州还瞪我二哥，你说他是不是还死性不改，想给我二哥套麻袋揍他？太祖母，我没有。我不信你的话，要是哪天我发现我二哥日后要是在书院被人揍了，我就还来侯府找你。啊，若是他在书院里惹了别人挨了揍，你也算我身上。我二哥性格好，还心善，喂养流浪狗，怎么会跟别人起冲突？你别欺人太甚！我不管，反正日后我二哥出事了，我就算在你头上。眼看又要起冲突，老夫人连忙把众人给赶出去，只留下洛烟一个人。嫣嫣啊，刚刚我让你放了阿周，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？没有啊，我知道太祖母是为了我好，毕竟侯府是我外祖家，若是传出去我以权压人，对我名声不好，也会让侯府的人记恨我。哎呦，嫣嫣啊，侯府终归是你母妃的娘家，
出嫁女子没有一个强大的娘家是不行的，你不能跟侯府闹得太难堪了，对你母妃，对你哥哥，对你都不好。太祖母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母妃和我还有哥哥着想，但您有没有想过外祖母对我母妃的不喜，外祖父对我母妃的漠视，还有二舅舅对我母妃的厌恶？您觉得我母妃若是在秦王府受了欺负，他们会为我母妃主持公道吗？不，他们不会。在他们心里，只有裴梦婉这个女儿，这个妹妹。他们甚至可能在想，若是我母妃就这么死在了乡下该有多好。如此一来，裴梦婉的身份就不会暴露，不会受人诟病。是我们侯府对不住你母妃。没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，托裴梦婉的福，我母妃嫁给了我父王，掌管王府中馈，过得也挺好的。太祖母，我听说您总是头疼，风和会按摩，我把它留在您身边可好？哎呦，我头疼是老毛病了，普通按摩是不行的。风和懂一些医术，让他来给您试试吧。也好。你去给太祖母按摩按摩。是。洛烟觉得洛宽景对他当真是不错，风和不仅武功高强，还会医术，看在他对他这么好的份上，他以后就不叫他老登了。嫣嫣，你要把他留在我这里多久？2个月，2个月后是太祖母80大寿，到时候我再来把他带走。老夫人缓了口气，也就2个月，她能忍。孩子的一番好意若是拒绝了，会伤了她的心的。洛烟婉拒了老夫人的留饭，离开了侯府。她笑容满面，悠哉悠哉地骑着小白马。那就是便便郡主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那天跟着我娘去买菜，亲眼看到了她拿出了便便蛋糕，让我们免费品尝，我还吃了一口呢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如果忽略它长得像大便，确实挺好吃的，比之前吃的糕点还好吃，非常甜。那我们没有吃过的，还有机会吃吗？洛烟180度扭头看向说话的小孩。便便郡主看过来了，快跑！我又年轻又貌美，却被叫做便便郡主，他们是怎么叫得出口的？谭明成毫不留情地大声嘲笑，秀儿低着头忍俊不禁，第一次看到洛烟脸上的表情这么丰富。二哥，你完了，你惹怒我了。还有你，秀儿，敢嘲笑我，罚你抄写自己的名字800遍。郡主，能换一个惩罚吗？可以，抄我的名字800遍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妹妹，今天谢谢你。小事。二哥，你得记住，被人欺负了不能不吭声。你是我秦王府的少爷，出门在外代表的是我秦王府的面子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，给我揍回去。反正天塌下来了，还有父王顶着。你真当我是受气包啊？是个人都能欺负我不成？还不是因为他是……因为裴焕州是裴家的人，所以你不敢还手。蠢二哥，你不知道母妃和侯府关系不好吗？干嘛要忍着裴焕州？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了，4个字，干就完了。小妹，你还小，这世道孝道为天。母妃跟侯府关系再不好，侯夫人也是母妃的亲生母妃，一个孝压下来，母妃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愿让母妃为难。父母不慈，还想子女孝顺，呸！做他的春秋大梦去。谭明成闻言仔细琢磨着这句话，竟意外觉得很有道理。谭明成张了张嘴巴，刚想说什么，忽然看到旁边高处突然掉下来一个花瓶。危险，快躲开！由于惯性，两人一同倒在地上。谭明成把洛烟紧紧地给护住，
而自己的脑袋却磕在了地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五官乱飞。花瓶重重地砸在了钢蛋身上，钢蛋受惊，长嘶一声，四只蹄子一抬，飞一般的跑走了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秀儿，把二哥扶起来，找附近的医馆送过去。郡主，我好了，二少爷脑袋出血了。洛烟拔掉头上的一个钗子，扔给旁边路过的一个大汉。我是秦王府郡主，受伤的是我二哥，麻烦这位大哥帮我二哥背到附近的医馆，这是给你的报酬。得嘞，交在我身上。秀儿，你跟过去。郡主，你呢？我没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二哥，你跟过去，让大夫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二哥的命。看到洛烟不容置喙的眼神，秀儿只能跟过去。此时茶楼的掌柜听到动静走出来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花瓶怎么会突然掉下来呀？你们最好祈祷我二哥伤得不重，否则就等着承受秦王府的怒火吧。钢蛋受了惊跑走了，洛烟只能两条腿走回王府。回到王府，洛烟立马去了云深院，和骆宽景添油加醋的告状。秋爷，带着一队锦衣卫去给本王查。等等，父王，不仅那个茶楼要查，周围的店铺也要查。按照郡主的吩咐去做。是。